成亲5年后，夫君堂而皇之地将一女子带回府，他没有分给我一个眼神，径直去了婆母的院子。母亲，婉瑶已经怀上了我的孩子，望母亲成全孩。后来我闭门不出，同他和离，如他所愿，可他却像是发了疯般纠缠我。嘉兰，再喜欢我一次好不好？不好，覆水难收，破镜难圆。坏了的东西要扔掉，变了心的男人我也不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丫鬟启月进来的时候，我正在望着窗外发呆。自打小产之后，我便对什么都提不起劲，每天做的最多的事就是望着窗外发呆，或者是取出我从前给孩儿缝制的小衣物，以泪洗面。小姐，姑爷回来了。他回来了，我的夫君沈文周回来了。一阵悲伤涌上心头。他走之前，我已怀有身孕。他拉着我的手说：嘉兰，这是我与你的孩子，我此生定会对你和孩子千好万好。可如今，府上平平的小妇，好像不曾有个小生命存在过一般，匆匆的到来，又匆匆的离去。他一直想要有一个我们的孩子，这次怕是又要失望了。我与他已有3个多月未见，听到消息便往外面赶去。刚走到转角处的时候，我就迎面撞上了沈文周和一个女子。他看着我，眼神中闪过不知名的情愫，但终究什么也没有说。我垂头看去，他的手紧紧地拉着那女子的手，从前他也是这般拉着我的。身旁那女子低头咳了2声，他紧张地询问他可安好。恰好这时启月匆匆赶来，沈文周看了一眼他手里拿着的披风，伸手接了过去，为那女子穿好之后，还细心地拢了拢，拉着那女子的手离开了，没有给我一个眼神和一个解释。那女子倒是回头看了我一眼，只是眼神充满了打量和不屑。启月在身后着急地喊：姑爷，这是奴婢给小姐拿的，小姐身子不舒服，受不得寒。罢了，启月，别说了。记得我们俩刚成亲的时候，我看他大晚上还在温书，便想着去厨房给他做些小食，不慎被热水烫到，手背泛起了一片红肿。我将盛有食物的碟子一一取出，他笑着将我揽在怀里，打趣道：有妻如此贤惠，夫复何求？却在看到我泛红的手背时，瞬间紧张起来，忙里忙外地为我敷药，还嘱咐我日后不必如此。我若受伤，他心里难受，如何吃得下饭？从前看我被热水烫一下就要紧张半天的人，如今看着我站在屋外吹冷风，也可以冷眼旁观。沈文周从前不会这样对我的，或许是有什么原因呢？我固执地跟上去，想要一个答案，一个可以说服自己的理由。因为身子不舒服，我走得很慢。早早离开的2人已看不见人影，将我甩在了身后。一路跟到婆母的院子里，我刚要抬脚进去，屋里传出她的声音：母亲，婉瑶已经怀上了我的孩子，孩儿要拿她进门，望母亲成全。明明还是熟悉的声音，但说出的话语却是如此陌生。接下来的话我已经听不进去了。婆母院子里打扫的仆人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。或许我不该来的。回去之后，我浑身无力。启月请来了大夫，大夫说是落胎后没有调养好，外加受了寒气，又开了半个月的药。启月将药熬好端了进来，黑乎乎的汤药散发出一股苦味。这药自打落胎后喝到现在已经许久了。启月，我不想喝了，拿下去吧。小姐，良药苦口，奴婢给您准备了话梅，吃上1颗就不苦了。从前我生病不愿意吃药时，也会有人在旁边拿着话梅哄我，只是如今他身边有了别的女子，如何还能想着我呢？我端起汤药慢慢饮进，启月夹起1颗话梅递给我。话梅入口，总算是压下了嘴里的苦味，只是心中的苦闷总也压不住。少夫人，主君来了。沈文周匆匆而来，坐在我旁边不说话。屋里的小丫鬟都知趣地退了下去。启月站在我身边，我给了他一个眼神，他才端着托盘离开。夫君可是有话要对我说？嘉兰，婉瑶她如今怀有身孕，我准备拿她进门。他说得很认真，我真想问问他从前的承诺还算不算数。然后我也真的问出来了。
夫君可还记得娶我之前自己许下的承诺？沈文周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但很快又镇定下来。嘉兰，这世上哪有男子不纳妾的？旁人都妻妾成群，我即便纳了婉瑶进门，也只你们一妻一妾。你比其他后宅的妇人不知好上多少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嘉兰，你也不要太善妒。他说我善妒，可明明是他答应我的。成婚前，他站在我面前向我承诺道：在下沈文周，倾慕嘉兰小姐已久，若是能娶嘉兰小姐为妻，文周此生心中只此一人，再不奈旁人。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若是我负了嘉兰，就让我遭受天打雷劈不得。好死两个字没有说出来，因为我捂住了他的嘴巴。我信他的承诺，也不想让他下这样的毒咒。从前的事言犹在耳畔，如今他却站在我面前，指责我善妒。婆母怎么说？婆母徐氏向来身体就不好，我嫁进来之后，请了好多大夫，还亲自登门请来了归隐山林的神医开药方，各种各样的补药流水一样吃着，才将身子养好一些。其中一方药最为麻烦，少一时多一时都不够药效，须得时辰刚刚好。怕下面人不尽心，我便每日亲自给他熬。我亲生母亲不在了，作为长辈，对他如对亲生母亲一般孝顺。我对他的用心，天地可见。母亲说，此事交给你全权处理。为沈家传宗接代的大事，你是个正室，自然会有容人之量。容人之量，我若是不同意，就是没有容人之量了。那我同不同意又有什么用呢？嘉兰，纳妾礼就定在7日后。沈文周转身准备离开，又像是想到了什么一般，回头告诉我，我也是刚知道你的孩子没了，你别太伤心了，孩子以后会有的，孩子以后会有的。我们俩盼了这个孩子这么久，他怎么可以轻飘飘一句话就带过？只留我一个人待在原地，思念着这个孩子。过了没几日，沈文周带回来的那个女人登门拜访，她一进来就柔弱地跪在地上，妾陆婉瑶给夫人请安。她虽示弱，面上却一片挑衅。我扶额沉思，并不想理她。你如今还不是沈文周的妾，不必如此。陆婉瑶抬头看我，眼中带泪。婉瑶也是清白人家的姑娘，若夫人容不下婉瑶，婉瑶只能带着肚子里的孩子去死了。我心下一阵不悦，陆姑娘，你不必拿话激我，与你珠胎暗结的是他，他也已经答应纳你了，我容不容得下还有什么重要的？夫人虽失了自己的孩子，待来日我生下孩子，交由夫人抚养，必定如亲生子般孝顺夫人。陆婉瑶的话里有几分真假，我并不在乎，我也没打算替他们2人养孩子。陆姑娘，你若没有别的事，便退下吧。陆婉瑶从侍女手中接过瓷碗，跪在我面前盛上来。听闻夫人身子不舒服，婉瑶亲自炖了养生汤，夫人尝尝。她低着头，我看不清她到底想做什么。我不会喝的，你走吧。陆婉瑶的声音带上一抹委屈。夫人若是不喝，那就是还对婉瑶有气，婉瑶愿意长跪不起，等夫人消气。她这是在逼我。我站起身准备回房，她爱跪便跪吧。刺耳的声音响起，我回头一看，陆婉瑶摔倒在地上，汤汁打湿了她的衣服，碎瓷片四散在地上。下一瞬，沈文周走了进来，慌忙扶起陆婉瑶，丢下一句：嘉兰，婉瑶她一片好意，你太过分了。揽着陆婉瑶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解释的话噎在口中，让我张不开口。他若信我，我自不必解释；他若是不信，我即便解释了也无用。第2日去婆母院里请安的时候，陆婉瑶和小姑子沈渊已经在两边候着了。给婆母请安，婆母徐氏唤我到身前，拉着我的手说了好些话，最后才问道：这是文州带回来的女子，想必你已经见过了。我瞧着是个知礼数的孩子，等入了门，必定也是妻妾和睦的。你说是不是？嘉兰，我低头颔首，婆母说的自然是对的。婆母徐氏满意地点了点头，我就知道嘉兰最是知书达理。你前些日子落胎，我也跟着伤心。不过你还年轻，日后和文州还会有的。小姑子沈渊在一旁接话，母亲说的是呢，嫂子的孩子没了。
大哥外边的女人就有孕了，可见这孩子跟我们沈家是有缘的，只是某些人没有福气罢了。住嘴，怎可当着你嫂子的面说这些？婆母徐氏打断了小姑子的话，又转头安慰我，你妹妹她自小被我娇惯坏了，嘴上不饶人，但心肠是好的，佳兰你别往心里去。儿媳知道。陆婉瑶又说道，等我肚子里这个孩子出生以后，我愿意将他养在夫人膝下，做夫人的孩子。婆母露出欣慰的表情，你是个懂事的。从头到尾没有人问过我愿不愿意。又说了一阵话，几人一起吃了早饭才散开。回去的路上，启月还在为我抱不平，小姐，沈小姐她也太过分了，怎么能当着您的面那样说？你对她那么好，她还不知足。是的，我对沈渊很好。成亲前我就知道沈文州有个妹妹，为了她，我愿意做一个贤惠的人，帮她照顾好婆母和妹妹。刚开始，她虽然也对我没几句好话，但只是一个被娇惯坏了的小姑娘。直到后来，被我发现她和赵家小公子书信来往密切，两人相约外出看花灯，结果夕阳西下了也没回来。婆母嘱托我去找她，结果在一座庙里找到了他和赵家公子。此时赵家公子正将他搂在怀里，手在后背上游走。从那以后，他每次见我，眼神里都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。您说怎么就那么凑巧，您落胎那日他刚好就在附近，说不准就有他的手笔。回想那日我途经走廊的时候，不慎摔了一跤，当下便觉得腹痛。启月扶着我匆匆往回赶，走廊的拐弯处，沈渊的丫鬟正陪着他在喂鱼。他见了我，笑意盈盈地说，嫂子这是做什么？急匆匆的。我随意说了几句话便回屋，没一会儿身下便有血流出。郎中来的时候说孩子已经保不住了。不会的，那天是个意外，那毕竟也是他的侄儿。沈渊纵然是个骄纵的，也不至于如此恶毒。话虽如此，我还是让启月私下悄悄地查了一番。这几日沈文州都留宿在陆婉瑶的房里，从前除了外出，他总是睡在我这里。这是第一次他在府里独留我一个人面对漫漫长夜。取出匣子里的同心玉环，这是沈文州赠予我的，玉虽不值多少钱，但情义无价。白衣翩翩的少年公子双手捧着玉环，一字一句道，佳兰，这是我亲自为你雕刻的，愿与卿同心，相守相望，共度余生。结果今天上午，陆婉瑶就佩戴着另一个同心环出现在我面前。我的少年怎么忽然间就变了模样，如此陌生？啪的一声，盒子被盖上，在安静的黑夜里格外清晰，好像有什么东西也被悄悄关上了。因着我近几日总是闷闷不乐，启月便劝我多出门走走，说是花园里的花开了，若是不看，便辜负了这满园春色。启月向来是个喜欢逗我开心的，那便去看看吧。这满园春色当真好看，置身其中，心也突然开阔了。这世上景色千千万，何必将自己拘泥一隅？君若无情，我便休；他若无情，我自可以关上门过自己的日子。想到此处，心里的愁云也消散了些。给夫人请安。又是陆婉瑶，她为何总是阴魂不散的？夫人，我来府中几日，也曾听闻传言，主君曾对你说过一生一世一双人，当真是令人羡慕。我不解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夫人，妾是想说，主君既然对你如此用心，那你说我们两人若是同时掉进水里，他会救谁呢？不可理喻。我转身欲离开，身上却猛然一重，被陆婉瑶拉着掉进了水里。不好了，夫人和咬姨娘落水了。薛文州好像就在附近一般，一会儿就赶到了。我在水里挣扎着，浮出水面的时候看到了他，他一脸焦急，跳入水中，向着陆婉瑶的方向游了过去。扭头看了我一眼，不知道说了什么，我听不清，看口型应该是等我。他抱紧陆婉瑶浮出了水面，而我四肢开始慢慢往下沉，眼中只留下沈文州抱着陆婉瑶上岸的背影。快要失去知觉的时候，有人抓住了我。睁开眼，启月将我搂在怀里，周围已经没有了旁人。他呢？启月吞吞吐吐，主君说陆姑娘呛了水，先带她回去请郎中了。早该想到的，
毕竟二选一的时候，我就是被抛弃的那一个。启月，我好累，抱紧我，再紧一些。虽然已经入春，但水好凉，好刺骨啊。听启月说，这次落水，我昏昏沉沉的昏迷了3日。醒来的时候，身旁只有启月一人。听说我昏迷的时候，沈文周在我身旁守了1天1夜，只是后来被陆姑娘身边的丫鬟请走了。启月在我耳边哭哭啼啼：“小姐，姑爷也忒过分了。”启月，去请他过来，就说我有话与他讲。启月是上午去请的他，直到傍晚他才匆匆赶来。嘉兰，你身子可好些了？我没给他继续说下去的机会，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我的需求。沈文周，我们和离吧。他面上一怒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就因为我要纳妾？我仔细回想，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沈文周背叛了我们的承诺。是，但也不全是。大概是婆母第一次拿我进门1年无所处斥责我时，她将我一个人留在屋里。又或是成亲后，我再不能有自己的事情做，只能在府里无聊度日。因为她说我是沈大人的娘子，若出去抛头露面不好。还是沈渊对我恶语相加时，他和婆母只说小妹从小娇惯坏了，却无人在意我受的委屈。再或是他突如其来带回一个怀孕的女子给我当头一棒。还是我连续喝了几年的汤药调理身体，终于怀上孩子，却又没能留住。他轻飘飘一句，孩子以后还会再有的。大概都有吧。从前我还可以自欺欺人，为了那一点爱饮鸩止渴。可爱是有变数的。他今日爱你，明日爱他，太廉价了。沈文周，好聚好散吧。沈文周一怒之下，将妆台上的东西扫到地上，物件噼里啪啦作响。那个同心环在其中尤其醒目。他将碎掉的玉环一块一块捡起来。嘉兰，我们的定情信物你放在这里日日看着，我不信你当真对我毫无情意了。我有点想笑，他怕是忘了另一个玉环已经被他送给陆姑娘。情义是最不值当的东西，这个道理还是他教会我的。沈文周，当年你家境贫寒，是我母亲资助你衣食住行，让你可以专心科考，才有今日一番家业。他担心自己走后，我一人无所依靠，又看你是一个可托付的人，才将我许配于你。可你呢？我母亲刚去世不到3年，你就违背承诺要纳妾。这几年来，你在官场逐渐声名显赫，可若是为官妓赎身的消息传出去，不知对你的官声会有多少影响。沈渊，一个闺阁女子与外男私通，若是被人知晓，她那个刚定下的夫家，不知会不会退婚。他这才意识到我是铁了心要离开。嘉兰，你听我说，我纵然纳了妾，可在我心里最重要的还是你。沈文周，我与你说这么多，并不是要威胁你。我们2个夫妻一场，我也不愿闹得太难看，只是好叫你知道，这和离之事，我不是只在嘴上说说而已。少家从前对你的资助，我们5年的夫妻情分，换你一张和离书，你不吃亏。对你，对我，对沈家都是一桩幸事。沈文周转身离去，他虽一时下不了决心，但我还有时间。眼下养病还需要些时日，我相信我能等到我想要的消息。关起院子，自己过日子，说不出的惬意。不会再有消息被人为的传到我耳朵里，也不会有人突然闯进来，半柔弱诬陷我。启月打趣我，最近脸颊也圆润了。小姐，等出府后你打算干什么呢？我说，启月，你还记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？启月小脑袋一转，就想到了我的打算。小姐，你是打算继续行医坐诊？我少时师从薛神医，学成之后，经常女扮男装行医问诊。启月是生了病被家人扔出来的，我在一个雨天遇到了他，我心有不忍，将他带回家，对症下药，没过一段日子，他就差不多痊愈了。还记得那时他说要当牛做马，以身相许报答我的恩情，却在得知我是女儿身后愣在了原地。后来便做了我的丫鬟，又陪着我嫁到了沈家。这个念头不是一时兴起，还记得婆母身体有恙的时候，种种病情叠加，我自觉能力不够，特意请了师傅下山。师傅那时已垂垂老矣，只在山里乡村养老，做些义诊。他看着我说，你还记得你学成离开前说过的话吗？说过的话。
行医问诊，济世救人。可成亲后，我再没为患者看过病。婆母拿我生不出子嗣为由，要我静心休养。沈文洲说我在外面抛头露面会失了他的脸面。逐渐的，我就在这一次次的妥协中习惯了。直到师傅下山，一语惊醒梦中人。这个念头从那时开始在我心里埋下种子，直到经历如今种种，破土而出。我从前已经荒废5年，但好在我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用来弥补。桃花盛开，柳条抽芽，我也终于等来了我要的好消息，一纸和离书。沈文洲脸上的表情复杂，看不出开心，也看不出难过，但都与我无关了。人世广阔，我不该只为了一点情爱活着。我和启月携手往沈府外走去，阳光打在脸上，春光明媚。至于身后的种种，不重要了。大雁穿过沧海，蝴蝶飞过高墙，微风吹拂在脸上，吹起一缕发丝，这种久违的感觉叫无惧。我拿出积蓄，租下了一间小院，前面做医馆，后面我和启月2人住。坐诊那天，我没有在女扮男装，一件中规中矩的衣服是最寻常的女子装扮。一开始并没有多少人来找我看病，或是因为男女有别，或是因为人言可畏。直到我的第一个病人上门，他是在木色件黑石上门的，头戴帷幔，面纱遮脸。我眼下闪过一丝诧异，却也没有过多言语。听他说了症状后，一番查看，是女子炎症，只是日子久了，拖得严重了些。开了药后，嘱咐好食用事项。那女子站在身前，我是春风楼的继子，人人都说继子下贱。邵大夫，你是第一个愿意为我看病且不带恶意的。我笑了笑，其实我大概能猜出来，你也是第一个来找我看病的，不会因为我是一个女大夫而退避三舍。他看着我笑，我也看着他笑。世间对女子已经很苛刻了，但好在仍有人会致以善意。有了第一个病人，就有了第2个、第3个。来找我看女子病症的人越来越多，在这逐渐忙碌中，我却更清楚自己的方向。虽然仍有很多人因为女大夫的名头而轻看我，但古往今来的刻板形象需要时间才能打破。晚上关门时，有人抵住了门。我本以为是来看病的人，却在抬头的瞬间看到了沈文洲的脸。沈公子是来看病的吗？嘉兰，我后悔了。那不凑巧了，我这里什么药材都有，唯独没有一味名叫后悔的药。沈文洲从怀里取出2个同心环，其中一个是用金镶起来的。嘉兰，与卿同心，相守相望，这是我们从前一同许下的承诺。他直勾勾地盯着我，眼里是说不出的深情。可我只觉得断环难续，覆水难收。见我不说话，沈文洲又开口解释：嘉兰，我为婉瑶赎身，只是因为他父亲从前提携过我，后来也是因为被同僚激了几句，才生出纳妾之意。你走了之后，我总是想起你，想起我们从前的时光，原来我爱的是你。我对婉瑶只是一时义气，为了找回男人的面子。我不纳妾了，嘉兰，我可以把她送到庄子上，给她和孩子一个生活保障，再不让她出现在我们中间。你喜欢行医治病，我也不会再拦着你了。我后退了2步，拉开了我们之间的距离。沈大人如何处置自己的妾室和孩子与我无关。沈文洲闻言一顿：嘉兰，我还喜欢你，别生气了，回到我身边好吗？过往种种涌入脑海，我却更加坚定。可是沈文洲，我不喜欢你了。我转身背过去，启月将人骂了一顿，关上了门。雪花像是永远下不尽一样，一束束的飘落。门前并没有脚步声响起，有什么声音隔着门传了进来，好像是嘉兰，再喜欢我一次好不好？只是在这空荡的屋外，听不真切。我也不打算细想，和启月回了内屋。外面冰天雪地，屋内是温暖的炭火。从那时起，屋外每天都会有一份吃食，有时是栗子糕，有时是烤蜜薯、糖炒栗子、桂花糕、鲜花饼。那个时辰送来的，不用想就知道是谁。启月暗骂了几句，准备将东西扔远一些，被我拦住了。小姐，你不会又要心软了吧？我拍了拍他的脑袋，傻瓜，你家小姐在你眼里就这点出息吗？眼睛长在前面，
就不该回头看，这个道理我懂。只是粒粒皆辛苦，扔了浪费，我是想叫你分给路边的那些小乞丐。我就说嘛。启约乐呵呵地拿着食物出去了，只是没想到这一份食物还分出了个意外。一个衣衫褴褛、腿脚不便的乞丐来询问是否需要小厮。小乞丐说自己叫寻安，家里落了难，只留下他一个瘸子，眼看没有活路，才做了乞丐。寻安说自己会算账，还会武功，一个人能顶2份差事，还能省1份工钱。于是他成了医馆的伙计，但医馆的活实在是少，本着不能浪费的原则，他又担任起了师傅的角色。至于徒弟，自然是那群乞讨的小乞丐。后院本就空了2间屋子，他们起初是奔着包吃包住的念头来的，后来却学得一个比一个认真。人在没有选择的时候，只想图个温饱；有选择的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，总愿意为自己搏一搏的。那群孩子也一样，他们的人生应该有第2个选择。这些孩子若乞讨长大，无人劝导，长大后要么浑浑噩噩，要么危害一方。眼下只需要提供一个温饱和一技之长，就有可能改变他们以后的路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寻安笑了笑，老板娘，你倒是想得开，大把大把的银子往里扔也不心疼。最开始说寻安是乞丐或许不准确，常年做乞丐的人不会面色如此白净，大概又是那个游戏人间的花花公子玩乐的把戏。但事实证明，他不是个坏人，还能教孩子们武功。观察了几日，我和启月放在床边的匕首才收起来。沈文洲再次登门的时候，只我一人。启月被我派去给一个卧床不起的老人送药。至于寻安，他的工作比较多，给了他1个月4天的休息，所以他今日也不在。沈文洲推门而入的时候，带来了一身酒气，双目猩红。喝醉酒的人容易冲动行事，我不想与他纠缠，准备将他推出去。可他的力气却大得惊人。嘉兰，我不能失去你。从前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珍惜你，在你小产后惹你伤心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们再要一个孩子，你就会回到我身边的，对不对？沈文洲，人要向前看，我已经往前走了，只有你还在原地坚持。他身边突然呆住了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下一瞬，他将我压在了桌子上，像一个凶狠的野兽扑上来。回过神的一瞬，我在背后寻找着趁手的工具。下一秒，沈文洲被一拳打开，是寻安，紧罗绸缎，一副贵公子的模样。沈文洲站了起来，我和我的妻子说话，与你有何干系？寻安从背后搂着我的腰，眼神没有一点退让。她从前是你的妻子，但从今往后是我的妻子。你不珍惜她，自然有人愿意珍惜。沈文洲看着我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我回道，是。沈文洲跌跌撞撞地离开了。我看了一眼寻安放在我腰间的手，人已经走了，可以松手了吧？他愣了一下，将手拿开了，又偷偷地打量我。其实我刚才说的是真的，我可以娶你。我嫁过人。我不在乎。我对你没有意思。为什么？我以为你知道呢，毕竟你从第一面就在骗我，谁会喜欢上一个骗子？我这都是有原因的。寻安将他的过去讲了一遍。京城江丞相的小儿子，贵妃的弟弟，从小习武，立志上战场报效国家，却在战场上受了伤，腿脚从此不便，深受打击，浑浑噩噩来到这偏远的地方避世。听闻镇上来了个女大夫，便想瞧瞧是个什么样的人物。如今瞧过了，2只眼睛一张嘴，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女人。我说想娶你是真的，那我问你，你喜欢我什么？江寻安认真地回想起来，喜欢你不似一般女子迂腐，喜欢你善良正直，喜欢你敢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喜欢你眼中的纯净，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，喜欢你脸上的浅笑，眼中的明媚。江寻安，我打断他，你若喜欢这样的我，就更不应该娶我。若是娶了我，日复一日，我也会变成你口中的迂腐女子，到那时你又当如何呢？江寻安着急了，不，你现在想做的事，以后也可以做，我不会困住你的，我会给你自由。我笑了笑，我若是轻易信了男子的口头承诺，就不会同我前夫和离，他当初可比你更会说。
江寻安愣在原地，不再说话。你只是觉得我有趣，和你平常见过的女子不一样，错把这在意当成了喜欢。其实我们还是做朋友更好，以后少看些画本子吧。路边树叶泛黄的时候，一个女子找上门来。最初我只觉得有些眼熟，直到她说出自己的身份时，我才认出她被人赎了身，穿着也比从前更加保守，脸上没有了厚重的妆容。也难怪我一时之间没有将两人想到一处。她说是来向我告别的，为她赎身的人在南边做生意，她要离开这里了。临走前又向我说起近日的消息，城中的大户沈家出了事，嫁人的那位沈小姐传出与人偷情的消息，被夫家休了，家里的妾室卷了钱消失了。沈大人因为言语披露被官家斥责，贬到其他地方去了。家里一个老太太，一个妹妹，整日闹得不成样子，估计这2天就要收拾东西离开了。我祝她一路顺风，此后能过上想要的安稳日子。我知道她将沈家的消息说给我听是想让我开心，但我听了之后并没有过多的心思。从前我是沈家妇，但以后我是邵家兰，是邵小姐，是邵大夫，是我自己。又一个春桃花开的日子，我决定将店封了，和启月一同去北方。那里大灾过后又起了大疫，各种病情层出不穷，更需要我。我和启月分别去给那些常年病情不断的人送去了药方，又给江寻安送了些银钱。上次发生那事后，他就没再来做活，将那群孩子接到了他的府上习武。可毕竟这主意是我提的，眼下要离开，还是让启月送去了银子，又去了后山同我娘道别了一番。所有事情尘埃落定，我和启月坐着马车踏上了去往北边的路程。又遇到了一个熟人，江寻安骑着马在一旁，看起来颇有一番少年将军的感觉。江寻安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他晃了晃腰间的剑，这么明显看不出来吗？我要去投军了。从前是我想差了，中了10箭的将士还能反杀敌人，谁说瘸子就不能上战场杀敌？那群孩子呢？我的小厮和我一同长大，一同习武。我上战场，把孩子们交给他了。我看着骑在马上的男人，像是重新认识了他一样。那就祝你得偿所愿。启月扶着我上马车，江寻安的声音在背后响起，我上次说的是真的，你说的不对，我没有错把在意当喜欢。等我回来，我还是要求娶你的。马车向前，马蹄声交杂。小姐，你觉得那江公子说的话可信吗？启月看着后面逐渐消失的人问我。我反问他，你指的是哪些？他说的求娶小姐，成婚后还可以像现在一样自由。我想了想，我也不知道。啊，启月更是摸不着头脑了。一个男人说爱你，你不能只听他说了什么，要看他都做了什么。哦，启月似懂非懂，那江公子说等他回来。对于江寻安的话，我不置可否。经此一遭，我早已不是当初天真烂漫的小姑娘。我既然走了出来，自然不愿再回大宅院里蹉跎。若是有缘再见的话，他的所作所为能让我相信他所言可信的话，我再考虑我们是否换个身份相处。我又不是非要再嫁，至于其他的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世间万事，我要慢慢经历，看众生，见天地。马车越走越远，离北地越来越近。天高路远，眼下有更重要的事等着我呢。蝴蝶飞过高墙，而我也有自己要奔向的远方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